一样，必须要将自己的动作练习到最熟悉，才能在舞台上有好的表现。练习时偶尔会感到孤单，但我有伙伴，每个人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然后不管是做技巧啊、跳舞啊什么的，就是会很有自信，然后也跳得很大力，就会看起来就是很好看、很精彩，因为大家都是很整齐的动作，很一致。我觉得在一段表演里面最精彩的动作是金字塔，因为它的动作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慢慢叠上去，它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当你叠到最上面那一层，再做一些动作的变化，会给观众一些紧张又刺激的感觉。严重的伤势还好，就掉下来可能撞到拉伤这样。那挫折的话，就是在比赛期的话，可能动作会做不好，没有达到教练的要求的时候，就会压力很大，就很想要突破这个动作，但是做不到这样。但是后面就要靠自己调试，然后比完赛就没事了这样。受伤的话那倒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有垫子保护着，然后也是有教练跟老师在，我们才会去练习。克服的话吗？就是努力把它做好，但做不好也没关系，我们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来，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只有不努力而已。我觉得要能够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让所有观众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我认为舞蹈的动作还有技巧的一致性很重要，像如果他们都做的一模一样，就会觉得有一种复制人一模一样，好厉害。带给观众的感染力啦、表情啦，都要是很多的，不然观众可能会 get 不到他表演的那个点。然后音乐的话要很炸，不然平平的会有点无聊。像我们如果练习完啊，我们就会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逛街，然后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找比赛要穿的比赛服。然后如果我们体重都变重的话，我们还要一起去健身房减肥。可能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的家刚好住在附近，然后双方的父母都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像是我们一起出国啦，我们可能会比较了解对方生活上的一面，然后跟练习时的一面，就是可能比完赛会一起出去玩之类的。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很久。跟上你的伙伴，一起来享受我们的表演。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透过 Hop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跟随台亚转播团队一块来欣赏2025年的台湾杯全国啦啦队锦标赛。我是今天的主播蔡怡景，非常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方品璇教练来到我们今天的赛事讲评。教练你好。你好，还有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的比赛其实是在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2个场馆，体育馆跟体操馆同时来进行。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赛事要来欣赏。那当然，在竞技在整个啦啦队的这个比赛里面，其实可以分为竞技啦啦队跟舞蹈啦啦队。当然，这边也想要先来问一下方教练哦，在舞蹈啦啦跟竞技啦啦，以观众来讲，如果要来区别他们的差异，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呢？其实最简单的差异就是看场地，场地如果是黑胶地板，舞蹈专业用地就是舞蹈啦啦队。那我们在竞技啦啦队来说，就一定要有蓝色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体操垫，来保护选手在进行一些高难度动作的时候，会相较比较安全。所以其实最简单来说就是场地。那当然在表现上面，竞技啦啦队就是比较多的抬举，还有一些舞伴技巧、金字塔或是口号的展现，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传统的啦啦队运动。那在舞蹈啦啦队方面呢，就是大家看到就是比较舞蹈性质比较多，但我们又分成彩球、爵士、嘻哈，其实我们舞蹈啦啦队也是相当丰富的。没错，其实这几年随着台湾杯这1年1度的重大盛会，其实我们也看到真的很多的小朋友都一起来共襄盛举。没错。对，现在学校不管是社团性质的，或是我们外面有一些舞蹈的教室，对，其实在这个参与上，人口数是不是越来越多？真的越来越多。像我知道今天好像就有300多队舞蹈队，其实非常多。那尤其在台湾杯在台中举办了2-3年来说，其实台中在地越来越多的舞蹈社以及舞蹈学校的社团，还有甚至舞蹈班，就是专业的舞蹈传统的学习传统舞蹈的同学都越来越多的加入。当然，因为啦啦队其实它的这个发展性也非常的广阔，就像老师刚刚提到，我们有比较偏
这个舞蹈性质，我们今天会看到的几个不同的，不管是等一下会先看到的彩球，或是后面会看到的爵士跟嘻哈。那另外竞技啦啦的部分，当然会跟这个体操又会有一些结合性。所以其实在国内我们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或是学校的社团，现在也都很努力的在投入。那我们现在要率先来看到的是彩球个人国小高年级组。今天第一位登场的是彰化县湖北国小的黄以晴，相信对他来说，第一个来登场应该会有一点紧张了。其实第一个应该真的蛮紧张的。那以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舞蹈啦啦队里面有很多技术动作，对，就是包含看到转圈，然后还有一些踢腿，甚至有一些翻腾的动作。没错，对，其实这都是我们在评分的时候会注意到的项目。而且在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其实还要注意这个彩球的掌握。对。接着要继续看到的是国小高年级组在个人嘻哈的赛事。在嘻哈个人国小高年级组第一位登场的是新北市邓公国小的王玉智。那可以看到，其实，在嘻哈的这个使用的一些技巧，就跟彩球的部分不太一样。没错，而且它是非常的有搭配到它的音乐性，然后去个人魅力的展现，在嘻哈上面就非常的重要。那不管在这3个风格里面，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注重力量的展现。对对。
刚刚看到的是彩球个人国小高年级组新竹县竹人国小的胡凯婷。凯婷在跳跃技术方面表现非常好，而且她的脚感觉很长吼。然后在跳跃方面，我们就会比较注重，我们就会特别注重膝盖跟脚尖。你膝盖一定要伸直，你一定要压脚背。对，然后这个细节蛮重要的。对，尤其是或者是你落地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双脚并拢？这都是其实裁判老师会去注意的小细节。那在嘻哈个人国小高年级组第2位登场的是台中市瑞穗国小的蔡逸飞。但这边也想要问一下方教练，其实，在比赛的过程中，这个场地的运用，他们的站位上会不会有影响呢？其实，在我们的评分表里面有一个是空间，就是你空间的使用。一个这么大的舞台，你要怎么在舞蹈的转换变化当中去利用，尽量的把它使用的很到位。其实这也是蛮考验编排老师的。对，当然我们希望他可以多方的去运用它。没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选手其实开场的位置就跟其他选手不太相同哦。哇，刚刚看到的是彰化县侨信国小的张雨欣，表现是相当的亮眼。真的，他的动作难度目前看起来他的动作难度是非常的有水准的，然后实施了不同的类型的转圈动作，然后在翻腾上面，哇，也是连接了好多个。在彩球的部分，可能选手他们会怎么样来运用来增加分数的这个给这个裁判们的肯定呢？其实我觉得。在技术动作来说，转圈真的是要大家花很多心力去训练的，因为你只有单脚在那边转，其实，对于国小生来说，它是需要一定的肌力跟一定的耐力才能完成的。对，所以在转圈技术方面，我觉得刚刚这位同学就表现得非常好。对。台中市头家国小。下一位登场的是台中市头家国小的汪子轩。
台中市头家国小的王子轩。当然，在嘻哈个人的部分，我们也看到，其实是会有女选手，也会有男选手。对，没错。而且我们在舞蹈啦啦队的嘻哈里面，其实是希望你可以融入很多不同的街舞的舞风。你如果就是尽量不要只有单一的，你如果可以融合更多元素的话，我觉得会让你的表演更丰富。刚刚看到的是新竹县安心国小杨君宁的表现，你可以看到他的不管是肌力或是柔软度展现，其实都相当的好。没错，而且他在做每一个转圈前的预备动作，他的踩球力度的利弱度是非常的有力的。看到的是嘻哈个人国小高年级组台北市静心国小的廖芷怡。其实我觉得舞蹈啦啦队的进步不只在于队伍数的增加，其实在看到每一组，现在包含现在的是一般组的同学，对，都可以有不同的技术难度的展现。然后现在像翻腾，大家都一直在追求跟一直在进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值得称赞。整体的这个技术难度都有在进步。对。
哇，看到台南市协进国小的李佑贤，不管是从开头或是到他的曲目结束，他在表情的张力上都做得相当好。我觉得以啦啦队比赛来说，你最后一项的评分项目是你的展现魅力。我觉得整体效果来说，啦啦队本来就是一个在鼓舞人心的一个运动，所以你看到这位同学一上场，你就会觉得哇，觉得好亮眼，好好看，你就会一直想要看下去。但也要提醒哦，如果在编排上哦，我觉得要建议教练们还是要熟读一下我们的安全规则，因为刚才在实施翻腾动作的时候。我不知道裁判老师会怎么样认定，对，但是我们有关于翻腾的连接动作上有规定说，怎么样翻不可以接，怎么样翻，对，这部分我觉得教练们可能都还要再稍微的再详读一下我们的规则，没错，因为这个其实也都是要保护我们的选手，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小朋友他们还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些太高难度，或是说有一些危险性的动作，真的是要尽可能去避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安全规则，我们就是以选手的安全来进行考量，所以会有一些规范上的规定，那也希望教练们可以一起来，就是我们一起来维护，然后来保护我们的选手，这样。没错。因为其实过往在一些竞技舞台的，尤其是国际赛场上，也经常像是在华式滑冰、韵律体操等等的项目，其实也过去都有很多的讨论哦。包括这个技术难度，如果一直不断让大家去追求，会不会让过小的小朋友这些小选手们身体上造成一些伤害？确实，真的，所以我们安全规则大家一起来共同的遵守。没错，接下来要看到嘻哈个人在国小高年级公开组的选手。第一位登场是台中市四维国小的曾冠之。哇，表现相当的好，现在是来到了国小高年级的公开组，也看得出来，他其实在整个节奏的这个力量展现上是做得更好一些。个人国小高年级组，彰化县好修国小。接着登场是彰化县好修国小的连巧妍。
发现好秀国小的连巧妍，虽然在动作的过程中感觉有出现一些小失误的状况哦，但是看得出来他很冷静，想要尽可能让自己把所有的动作都好好的执行完。啦啦队精神就是永不放弃嘛，对，所以就算他有一点点小小失误，你看他也是马上的赶快转接回到他原本该有的样子，我觉得非常棒，很冷静。这个对小朋友来讲其实很难啊。对啊，有些一紧张那个脸就垮下来。对，所以这个也是从小去参与比赛累积经验。对。在嘻哈个人国小高年级的公开组，第2位登场的是台中市仁美国小的殷芷萱。是仁美国小的殷芷萱完成了今天的演出。其实可以看到选手，不管是他们在场上的这个表情，都要跟他的风格还有音乐去做搭配，包括他们的服装，甚至是连头发也都是要去做一些呼应。教练非常用心的。哇！台中市大明国小的张云珍表现也是相当的亮眼。这边想问一下教练，在彩球的部分是只有尺寸上的规定吗？颜色的部分是都可以自由搭配？尺寸其实也没有规定哦，我们其实有分4寸、5寸的，大颗小颗都有。然后颜色当然就是搭配你的服装跟你整个画面想要呈现的样子。有些人会拿2个一样的，有些人会拿2个不一样的。对，这都可以自由去选择。
哇，最后的 ending 动作相当的有张力哦。嘻哈个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 DTNA 的陈怡晨，可以看到他非常投入他的表演的话，还会有对嘴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你在选手你在完成这个流程，不只是教练帮你安排的，是你真的有把这个东西吃进去，你展现出来的效果跟魅力就会很漂亮。要让你的动作跟你的音乐真的是有结合在一起哦。接着要看到彩球个人国小高年级组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彰化县侨信国小的江敏珍。相当不错的表现，彰化县侨信国小的江敏珍。编号16，嘻哈个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吸引力 attraction。刚刚看到的是嘻哈个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吸引力 attraction 的陈韵炫。其实我觉得嘻哈教练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嘻哈你要展现你身体的一些很内层的律动，以外呢，你还要有达到我们舞蹈啦啦队想要的力度、力量、干净，对，柔中带刚的感觉，对。接下来到我们的高年级公开组了。彩球个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第一位要登场的是云林县斗六国小的邱敏云。现场的这个音乐不知道是不是有出现一点状况，这也很考验选手当下的一个冷静沉着的能力。在场上就只能冷静、冷静等音乐。
其实蛮不容易的哦，毕竟前面要开始之前遇到这个音乐的一个状况，对邱敏云同学来讲，应该也是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可惜，但是还好，还是有在动作上尽可能去展现。对，他在有一些翻腾技术动作上都有努力的完成。这种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哦，但是大家当然都不希望发生。今天的台湾杯的赛事是来到了台中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体育馆跟体操馆2个场馆同时来进行哦，当然也欢迎我们观众朋友都可以进场来观赛。LE Style Dance Studio 的徐雨欣，我觉得非常特别，而且是非常搭配音乐的主题性，然后尤其妹妹的表情展现，对，然后她一个小小的身体，她的动作力量非常的饱和，对。其实这个音乐的选择对教练在整个编排上应该也是蛮大的考验哦。到底什么样的音乐可能对他的学生来讲会是比较合适的？适合，对。那展现出来可能又会有它的独特性。对。刚刚看到的是绿光舞蹈团的江芷宁，在彩球的部分，是不是对选手来讲，这个芭蕾的一些技术上也需要更努力去练习？非常专业。其实我们在练习，尤其舞蹈啦啦队的彩球跟爵士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孩子有一些芭蕾的训练，对，包含让他的腿部肌肉，还有他的膝盖、脚尖可以达到我们要求。所以在芭蕾的基本训练上，我们都会希望孩子可以多少有一点这样的能力。当然有练过芭蕾的应该都知道，其实这个动作真的很困难哦。光是这个脚尖你要能够去维持，其实就是一个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训练的动作。没错，而且你要很习惯你的脚一离开地板就要压脚背。对。
刚看到的是台中市大肚国小的戴依珊，编号21彩球个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彰化县育英国小 YY。彰化县育英国小的魏雨霏，短短1分多钟的表演，然后可以要塞这么多动作，这么满的技术，其实我觉得对国小生的选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然后还要顾及他的表情，还有上半身的挺度。我觉得刚刚这样子看下来，每一组的孩子都非常的有自信，然后把这1分半的时间都浓缩的非常的精华。当然，我们刚刚有看到彩球，也看到了嘻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舞蹈拉拉的另一个国小项目是爵士。台南市宏华树国小。我们来看到的是爵士个人国小高年级组的赛事。看到的是台南市宏华苏国小的黄成林。在爵士的部分，它的评分标准有哪些呢？其实，在爵士风格上面，我们看的是他的身体的延展度、力度跟表现力，所以他在有些动作的延伸上，或者有些动作的定点搭配音乐性的话，就会很重要。那你看他很像没有拿，就是没有拿的任何东西，他其实能做的事情更多。对。
彰化县园林国小的黄敏珍。其实，在彩球风格的展现上啊，像这位选手都表现很好。他的我们彩球其实有规定的 motion 的动作，你的位置应该在哪，你手的高度在哪，你的拳头拳眼要朝哪里。其实，在啦啦队运动、舞蹈啦啦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注意要注意的细节。然后评审老师评分的时候，也会依照你的准确度、利落度、锋利度去进行评分。所以在彩球部分，我真的是建议每个组别的motion 的动作的确实性跟动作的干净利落度，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好拿分数的一件事情。这个也是练习的过程中真的要去一直注意的细节。对，细节。新北市邓公国小。在爵士个人国小高年级组，第二位要来登场是新北市邓公国小的陈姿云。新北市邓公国小的陈姿云完成了他今天的表现。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爵士的展现会因为音乐的风格不同，有不同的展现方式。对，像第一组跟第二组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对，而且刚才也可以看到这个陈姿云小朋友，他的编排上也都有跟他的音乐去做一些呼应，也是很适合妹妹的长相。对，很可爱。台南市永康区复兴国小的邱奕琪。编号26，爵士个人国小高年级组，台南市协进国小。
刚刚看到的是台南市协进国小的周玉君，彩球个人高风格其实也是相当的俏皮可爱。对，育英国小 YU。彰化县育英国小的张丽文也完成了她今天的演出。小小一个小不点，然后展现出一个很漂亮的力道，很大的爆发力。她的整个身体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力量是相当的足够的哦。对，然后每一个动作的稳定度都展现得非常好，不管是转圈、跳跃，还有翻腾上面来说，哦，今天那个育英国小的这个小朋友，他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好。对。当然，我们前面都会先看到个人组的赛事，那我们晚一点也还会来看到双人的比赛。对。接着在爵士个人国小高年级组要接续看到的是台中市大明国小的张雅乔。Couldn't guess all the things going on in your head, all the reasons you had when you left. I don't need to know. After a while, all the memories that I had left were the ones I don't want to forget. Now I keep them close. So I want you to find your peace. It's okay if it's not me. Don't need your apology for giving me hope. How long? You to know that I pray. 台中市大明国小的张雅乔是今天的演出。个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新传舞蹈团。继续要来看到彩球个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新传舞蹈团的萧雨堂。
な光もいらないお前のアイスよりアイス俺ばっと見できないことばっかりだけどベリーハッピーあ切れてる周り恵まれてる家族友達もう反則的タッチ君ら俺に任せとけばいい教科書にないもん大事にない超パンとなましない新传舞蹈团的萧雨堂，不管是在曲目或是动作的编排，甚至他的服装跟彩球的设计上，都看得出来是别有用心去设计的。哦，那个目光离不开他的头饰，对，我等一下好非常漂亮。去看一下他的头饰怎么用的，好好看哦。而且跟他的这个衣服的搭配也真的是，还有他的笑容展现力。And memories worth remembering. We young and then we grow. Time's always moving, we can't slow the hands. It won't last forever, but we won't forget. Coming in for our very first step, just to live the moment and love the memory. Taking a moment, look all around this.彰化县大成国小的邵珍珍，其实我们在安排国小的爵士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国小还是国中，我们都希望这个爵士的音乐跟它的歌词是可以让小朋友得到更多的启发跟动力共鸣。对，这样子他们在表现上当然能够更加的融入。对。生动舞蹈团的谢宇璇。大会报告，本场馆全令禁止吸烟，禁止饮食，如需饮食请至场馆外享用，谢谢。编号32，爵士个人国小高年级组，台中市大雅国小。台中市大雅国小的李颖玲。
台中市大雅国小的李颖玲。编号33，彩球个人国小低年级组，苗栗县铜锣国小。接着我们来看到是彩球个人国小低年级组，第一位登场的是苗栗县铜锣国小的陈元兴。最后直接把彩球抛出去了。铜锣国小的陈元兴，在国小低年级组跟高年级组，可能这个彩球的一些要求上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吗？基本上要求都是几乎差不多，包含连到大专社会，我们就是看彩球力度准确性。但是我觉得以铜锣国小这位选手来说，非常的不错，因为他在不管他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层面来说，他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不管是转圈、跳跃还是跨跳，甚至他一开始的翻腾动作都让人家为之一亮，就是觉得他到底接下来还会做出什么厉害的招数来看看。而且他现在才低年级组对呀，我刚才一看，哇，低年级，而且还是一般组。不得了，这个未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当然，相信像台湾杯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赛事，一定也是我们全国很多的教练都在关注的。没错，没错。之后这个挖角可能也都要从这个时候开始注意哦。对，开始情报收集。没错。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爵士个人国小高年级的公开组。I put on my shades and slay. When I do my hair with my shades, makes me feel like I can slay. With my crew, just good vibes, knows on point every time. Feeling this, looking good, express myself like I should. Feeling right, got that glow. Let's pop it, now let's go. Find that perfect look, show us who you are. Watch your heart switch it up, be a superstar. Put that outfit on, this feel like it's your time.表现相当的亮眼哦。其实教练在编排的时候，我们都会依照孩子的年纪跟孩子的能力去做编排。那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这一组的爵士，就是非常符合他的能力跟符合他的年纪的展现。对。
球个人国小低年级组，刚刚看到的是彰化县彰化县大村国小的吴培勋，进修国小的游云安，对，抱歉，进修国小。哇，好可爱，身材很娇小，来期待一下。Underneath the moon, underneath the stars, here's a little heart for you. Up above the world, up above it all, here's a hand to hold on to. But if I should break, if I should fall away, what am I to do? I need someone to take a little of the weight, or I'll fall through. You're just the one that I've been waiting for. I'll give you all that I've given more. But don't let me fall. You'll be the one that I love forevermore. I'll be here holding your eyes above it all. But don't let me fall. 哇，看到的是明星舞蹈团的梁心月。这个其实也是前面教练有提到，有时候我们在选曲还有动作的编排，真的要适合我们的选手。而且妹妹台风好稳啊，对，她就是完全，即便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马上就救回来了。对。然后刚才看她做转圈的动作，她的膝腿的位置非常的标准，而且她的脚背非常的用力。彰化县大村国小的吴培勋，在他的肢体的延展能力、爆发能力跟柔软度，其实都感觉不太出来是低年组的同学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对，肌力跟爆发力相当的好。对。
看到的是圆圆舞蹈团的李央。确实来说，不只是动作的延展延伸以外，眼神的延伸也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刚刚我们圆圆舞蹈团展现出来的，不只是动作的柔软度、伸展性，他的眼神、他的眼睛跟看的方向，都会让人家不自觉的想要跟他一起往上看。这就是他的表现的渲染力是非常足够的。云林县云林国小的洪宇培。大会报告，因为体育馆的座位是开放式座位，请大家行经走路时注意安全，敬请配合，谢谢。其实上场前，教练跟选手最大的鼓舞的力量，很感动的一个小画面。没错，园林国小。看到的是彰化县园林国小的庄乔宁，这个是低年级组，真的是很不像。对啊，而且可以看到他的动作流畅性其实是相当好。对，在教练的编排上非常用心，然后他在每一个你以为这个8拍没有动作，其实还有，就是他的塞得非常的满，而且完成度也蛮高的。
刚看到的是台中市大明国小的黄承轩。编号42，爵士个人国小1年级公开组，云云读告教育中心。是云集舞蹈教育中心的刘欣晴不过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过程好像都没有在我们的黑色的舞台里面。基本上我们舞蹈啦啦队虽然有这样子规定的大小的场地，但是即便你跳出去是没有进行扣分的。对。但妹妹刚刚好像面向的问题，对，因为都比较是面对侧面，对，可能有一点紧张。所以在他的动作的这个方位上，可能有一点混淆了。对。云县斗六国小的吴雨欣表现也相当的出色，虽然感觉应该有一点小紧张，脸部表情感觉有一点点僵硬，有点僵硬。不过我每次看到这种很迷你的小国脚，尤其低年级，我就会觉得他那个头饰都比他的头还要大了。对，他真的很努力了。对，表现其实已经很好了。对呀，一个人站上舞台就很不容易。对。当然，这些比赛经验的累积也会是他未来很重要的养分。没错，没错。我们多鼓励，有兴趣的、喜欢跳舞的、喜欢表演舞台，也可以来尝试舞蹈啦啦队。没错。然后我们要看到爵士个人在国小低年级公开组最后一位要登场的选手。
当然，今天的比赛是在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体育馆来进行哦。现场其实也蛮多，不管是这个参赛选手的亲朋好友，那也有不少的观众也有进场来观看赛事。这次的比赛也都是不用购票的，是可以免费入场的，所以也欢迎在台中地区的朋友，今天周六的好天气时候，也都可以来我们的体育馆来看比赛，来为这些选手们加油。其实每次啦啦队比赛，我都看到这样亲朋好友这样举家的迁徙的来到赛场，然后非常的感动。就是一个选手就自带了5-6个观众。但是之前也在网络上看过很多的家长分享，就是说他的小朋友自从练了啦啦队之后，当然训练的过程一定是有辛苦的，可能看他哇，每一次回家哇，身上又多了哪里有淤青，哪里痛，哪里酸。但是有这样的比赛机会，相信家长一定都会很支持。对。看着小朋友这么平常努力的练习，这个时候要来到舞台上，把平常的这个训练结果拿出来，展现出来的时候，家长肯定是要来好好的为他的小孩鼓励，给他最满满的这个元气加油哦。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运动项目，其实在很多的肌耐力训练、柔软度训练来说，以一个运动员来说，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对。接着我们来看到台中市文心国小的舒月。一个小公主出场。相当优雅、触动人心的一段表演哦！刚刚看到的是台中市文心国小的舒月，那你可以看到她的头饰其实也是非常的有设计感哦，跟她的这个小裙子来做一个搭配。没错。看到的是台中市三和国小的林楚维。
我们这组看到他的展现力跟他的技巧动作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不过还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位教练我们在安全规则上面，就是我们舞蹈啦啦队规定上，以翻腾举例来说，我们就是只能执行2个手翻。对，如果你执行到第3个手翻的话，可能就会有违规的疑虑了。那这个部分当然在分数上也还是会被影响到。刚看到的是爵士个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第一位登场的生动舞蹈团的选手谢宇璇。编号47彩球个人国小1年级组彰化县园林国小。彰化县园林国小的黄田青，虽然在比赛的过程中有出现一点小失误，但是也是很快的再把彩球赶快捡起来，那重新的来调整。没错。
要一些铜锣国小的涂家杰，觉得低年级跟高年级突然间是两个不同的。在高年级组，当然他们整个身体的延展性，他可以去理解音乐跟音乐做的一些呼应搭配，也是更多的。我们在爵士编排上，我们也会试着让孩子了解这首歌的歌词跟他想表达的内容，所以你的表情、你的动作的展现就会更贴近。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国小低年级公开组在彩球个人的赛事。相当不错的表现哦！台中市笃行国小的蔡云佳，编号50爵士个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彰化县园林国小。哇，整个动作的串联相当的流畅哦！彰化县园林国小的刘景贤，非常精彩的一段表演。其实，在爵士风格的部分，是不是其实也会有一点像这个没有手句的韵律体操的感觉？对，其实会比较类似，比较雷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体操融合舞蹈，对，所以包含一些翻腾动作、一些转圈动作，其实重叠性会高一点。You wanna be just like
到的是台中市独行国小的杨敬璇。全面禁止饮食，禁止饮食，如需饮食。当然，在彩球个人，我们刚刚是陆续看到国小低年级组到低年级公开组，也想问一下，教练，其实在这个一般组跟公开组，它是参赛资格上会有一些差异吗？对，其实评分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参赛资格一般组就是以一般生为主，那公开组呢可能是舞蹈社、舞蹈团、俱乐部，然后还有我们舞蹈艺才班，都会被归类为公开组，所以还是在资格上的一点差异。对。看到的是新传舞蹈团的罗真乔。刚才提到的一般组跟公开组，就有点像是我们其他运动赛事的甲组跟乙组。对。如果你有相关，比如说表艺科或者舞蹈艺才班，你就会被归类在公开组。那这样对于我们一般生在推广上也比较有机会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对，因为毕竟可能在练习的时间啊，或是获得的一些资源上会有一点落差。对。看到的是彰化县园林国小的庄乔宁。大会报告，本场馆全面禁止饮食，禁止饮食，如需饮食请至场馆外享用，敬请配合，谢谢。那么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爵士个人国小低年级组。这个组别有5位的选手。编号54，爵士个人国小低年级组，台中市文昌国小。首先要登场的是台中市文昌国小的高子晴。
相当可爱的演出哦。刚刚看到的是台中市文昌国小的高子晴。公开组相同舞蹈团。刚刚看到的是香红舞蹈团的陈玉珍。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选手在很多舞蹈编排的过程，很多的这个使用的一些舞蹈的元素都会蛮相近的。对。但我们本来在舞蹈啦啦队里面的元素就有转圈、跳跃、柔软度的分腿展现，还有加上翻腾这样的动作。所以在每一组你就会看到，他们都会转圈，那转的可能不一样的东西，跟难度的不同，还有拍子的拍数的长短不同。那跳跃部分有原地的跳跃，还有位移式的跨跳。那在翻腾的话，就是我们彩球当然是没有办法是持彩球做手翻，但是如果你是空翻就没有问题，那或是你实行单手的，或者你把彩球放下来进行翻腾，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这几个元素都在一起，要在1分半内完成。那孩子他能做的事情越多，那展现难度越高，那当然技术分数就会越高。可是相对的，当你执行越难的技术的时候，你的稳定度也是裁判老师非常在意的。稳定度、完成度，你做这个动作虽然很难，但是你做出来没有到很完美，那可能分数上也拉不上去。没错，这个执行品质其实是很关键的一环哦。尤其在舞台上的稳定度，其实大家在台上就是比稳定度啦。对，看谁不紧张。看谁比较冷静，对，谁的心脏比较大颗一点。对，所以从低年级开始这样累积舞台经验，相对于未来一定非常有帮助的。个人国小低年级公开组彰化县育英国小。彰化县育英国小的陈曼妮，很霸气的 ending。而且他最后 ending 不只是动作上很霸气，他的眼神上也是哦。
那我们现在看到都是个人，然后待会是双人的展现，都是比较个人的技术动作展现。那下午的赛程有到团体的，那就是我们要看到更多团体的一致性跟不同的编排画面，也是另外一个很值得大家欣赏的部分。没错，所以如果现在你在观看直播，你在台中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下午赶快进来，我们来看现场的，其实这个气氛会完全不一样。没错。So close,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m trying.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ar,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away and slam the door. I don't care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Let the storm rage on. Cold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 彰化县东山国小的曹若婷，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听到音乐选择上，大部分都还是会使用这个西洋的歌曲。对，其实我们大多还是以西洋为主。我刚才也有听到有一首韩文歌，对，就是看，我觉得还是看教练自己在选曲上，然后怎么样搭配孩子的能力。我要听到中文的歌曲，是不是相对会比较少一点？但是近几年有比较多，有这个趋势。对。看到在嘻哈个人国小低年级组，台中市新平国小的刘承学。其实他这首流程就用音乐的方式来让你跟着他的舞风转换，从一开始比较 hip hop 到在中间有一段 popping 的，他最后还有一些 breaking 的技术动作展现，就是技术风格的转换非常的明确。而且也很不容易，有才低年级组，他其实在整个舞风的诠释上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没错。
台中市大明国小的洪佑杰。编号61，嘻哈个人国小1年级公开组 Mosa Studio。看到在嘻哈个人国小低年级公开组 Mosa Studio 的陈延安，其实动作设计上手部的动作很多。编号62，爵士个人国小1年级组，台中市华盛顿双语小学。刚看到是台中市华盛顿双语国小的谢佑璇，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风格展现。对，他使用的是很经典的这个芝加哥哦。对。大概在整个芝加哥的，不管是歌剧、音乐的选用，或是在舞蹈的编排上，都会是比较属于这种有一点妩媚感觉。对，但这个就是考验教练了，你要怎么样拿捏在这个舞风跟在这个年纪，对，毕竟他是低年级组，对他妹妹的诠释一定是老师的指导，对，所以他的展现非常好，但你要怎么去拿捏这个中间，就是要考验教练的。没错。
台中市笃行国小的宋彤彤。好，这是我们个人的最后一个舞马。在这个组别结束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到双人的比赛。对，在双人上面，我们更看重是两个人的一致性、两个人的默契、两个人的契合度。我们要首先来看到的是彩球双人国小高年级组。最后的 ending 相当的精彩，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彰化县路东国小的许岸姿和沈芷晴。编号65，嘻哈双人国小高年级组，新北市树林国小。就像教练刚提到的，两个人双人的组别，就会看到他们在整个动作的整齐度、契合度上是更加的重要。对，你要找到两个人可以互相搭配，也是非常不容易。对。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嘻哈，在国小高年级组的赛事哦，新北市树林国小的王瑞怡和林以贤，两个人的动作非常的干净整齐，然后有力度。即便可能难度没有到非常难，但是他们在整体表现上，我觉得会拿到不错的成绩。而且其实他们很多的动作跟音乐的这个重拍节奏都是有搭到的，没错，音乐性非常好。彩球双人国小高年级组，彰化县原民国小。Nobody
们看到的是彰化县园林国小的尤杰迷以及张艾维。两位选手的基本功实力非常的深厚在每一个展现动作啊、转圈上，两个的一致性差一点点而已，但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那双人的难度又比个人来的更高没错，因为除了自己之外，你跟你的搭档之间这个配合度也要很好，都要偷瞄一下你转到哪里了。哇，相当精彩的一段演出，看到的是桃园市同德国小的吴佩莹跟吴以真，两个这么瘦的女生，但是力量展现非常的饱和，对，真的。而且看到他们在整个不管是音乐的组合、动作的编排上，其实是相当的有独特性。对，其实，在我们编排的原创性来说，也是分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栏位。那教练的创意加入进去，就会有更不一样的效果。台南市新进国小的赖永杰跟庄文景。新进国小它是舞蹈队，不是舞蹈班。那据我所知，教练是一个非常的有耐心跟有兴趣，再继续推广孩子在学习舞蹈这件事情上。教练非常的用心。
新北市邓公国小的王玉智和王云谦，两位小帅哥的动作很干净，然后张力非常的大以外，他的表情非常到位。对，然后两个人只要对到眼，互相给彼此的那个能量是看得出来，两个人是非常的有默契的。他们其实在服装的设计上也很吸睛，对，很大胆，用这种对比色的方式来做设计，所以在舞台上特别的亮。对。康桥国际学校新竹校区的李屋和欧阳文怡，在双人的搭配上，是不是也会，如果在可选的情况下，是不是会去找尽可能身材比较相近、身高比较相近一点？没错，在如果有选择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会希望在画面上就会尽量比较一致。但我们现在看到两个有稍微的身高最萌身高差，应该会有不同的火花出现。哇，其实在很多动作设计上都相当的可爱，而且很有创意。没错，我们看到的是嘻哈双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 Rebomber 的赖韵如跟赖佑慈。我有识货或遗失，请洽询。虽然两个人在身材上身高相差的比较多，但是也看到透过一些舞蹈编排的设计，或是他们在这个摆幅上也都有去做一些调整，其实还是让两个人的搭配上是相当吸睛的。没错，而且在队形的变化上也多了一个层次感的感觉。对。
看到台中市大雅国小的林以凡和吴雨晴。编号73。台中市大雅国小也真的是推广很多的运动种类，真的吗？因为包括像他们的排球，其实是他们学校的强项哦。尽管说还是国小的层级但是在这个社团推广上是真的很用心。即便说在动作的过程有出现一点失误状况，稍显可惜，但是可以看到 D-Star 的2位选手王妍竹跟黄以欣，其实他们在整个律动感还有他们能够展现出来的这个力度都是十分强劲的。对，而且他们就算遇到失误，他们默契马上对回来拍子，最后 ending 的那几个重拍对上去，太帅了，真的是把这个音乐呈现得相当的好。没错。默契相当好的一对组合看到的是屏东县新生国小蔡品仪跟陈维轩。在场上的这些展现出来，不管是默契也好，或是动作的一个展现的能力，其实真的都是选手在背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练习的成果。真的，备赛过程一定非常的辛苦。不晓教练发了几次脾气。
青通 System 的曾冠志和刘承学。我刚刚提到我们是啦啦队的嘻哈组，舞蹈啦啦队嘻哈组，所以当你的表演会让你的观众跟着你一起跟着律动走，然后跟着你的舞蹈动作一起摇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关键。然后再加上这一组它的趣味性非常高，对，它用音乐的变化，然后搭配孩子的表情跟动作，我觉得很有创意。哇，相当精彩的演出！屏东县林洛国小的徐子婷跟郑雨晴，即便有出现一点小失误的状况，但也看得出来两个人是很努力的，想要赶快把这个跟同伴之间的同步性赶快再抓回来。真的，因为其实跳双人压力真的很大，你要一直很担心，你今天跳错不是自己而已，是整个团队，两个人就是团队了。哇，节奏非常的快，而且在整个动作的创意性也很高的一段表演哦。看到的是吸引力 Attraction 的廖晃毅和黄庭佳。虽然他们执行的风格就是以 locking 为主，比较多锁舞的动作，比较单一一点的风格。不过两个人在呈现 locking 的动作的时候是非常干净、非常整齐，再加上你刚刚有说到他的节奏非常的快，对，对于我们这样子国小生来说已经非常不错的表现，而且他搭配他的舞台效果真的很棒，感觉小朋友到场边应该会很喘，手可能会很酸。对。
台南市协进国小的张雨涵和陈宣雅。他们俩看起来在跳这支舞的时候非常的快乐耶，就是你也会就是真的会被感受到舞者的魅力。那两个人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的气氛跟氛围，还有他们想要完成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尽力的在执行。表情的维持上也做得很好。对，没错。而且两个人是一直有眼神交流的，我觉得这是双人舞非常重要的部分。你要跟你的伙伴有交流，这首舞看起来才不会是各跳各的。对。对，我们来看到国小高年级公开组在嘻哈双人的最后一队登场 ，DTNA。Microphone gripping it, getting these Benjamins, new car whipping it. Pop that, pop that. Chick brings all the boys to God, and they're like, it's better than yours. Damn right, it's better than yours. I can teach you, but I have to try. Chick brings all the boys to God, and they're like, it's better than yours. Damn right, it's better than yours. Chick brings all the boys to God, and they're like, it's better than yours. Damn right, it's better than yours. I can teach you, but I have to try. Chick brings all the boys to God, and they're like, it's better than yours. Damn right, it's better than yours. DTNA 的陈怡晨跟廖芷怡，不知道他们那2颗头发是教练指定还是他们自己喜欢的，其实蛮有特殊的风格你会记忆力很深，就是我知道这一组他们刚才头发长这样，他们跳了什么这样。而且其实可以看到两个人在动作的爆发力还有同步性上其实是相当的好。对，而且尤其在双人技巧上，两个人的默契真的是感觉到非常不错。没错，那我们这时候要进入中场休息时间，我们要请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会报告。将于3分钟之后开始赛前进行，请即将上场的选手们请在场边准备，谢谢。编号80，彩球双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女性舞蹈团。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要来看到彩球双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的赛事。
刚刚看到的是鱼星舞蹈团的李颖玲以及陈庸欣。编号81，爵士双人国小。当然，我们前面有看到个人，然后接着又看到双人的部分。当然，也想要问一下教练，在双人的部分，它的一些翻腾规则上跟单人会有差异吗？其实整个的规则的翻腾都一样，那当然就是要2个为主。如果你超过2个的话，可能就会有违规的疑虑。在爵士双人国小高年级组第一队登场的是新北市树林国小的徐景瑜以及朱幼彤。可以看到他们前段的节奏稍微比较柔和一些，那到后面慢慢的把节奏加快，变得很活泼。风格上有去做一些转换。编号82，彩球双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彰化县育英国小。彰化县育英国小的张玉兴和施凡宇。编号83，爵士。虽然在比赛的过程中有出现一些失误的情形哦，但是也看得出来两位选手真的很努力。
台中市大明国小 A 的陈义杰和张雨柔，两位选手的柔软度相当的好。对，我觉得教练把他们两个的特色跟他们两个的优点发挥的比较多，就是可能在刚刚提到的柔软度跟还有翻腾上面都是两位比较拿手的，所以在比例上面就稍微高了一点。刚看到的是晨星闪耀的黄晨宇以及李欣佩，两个人的展现力非常好，然后彩球的 motion 利落度跟准确度也非常好。编号85，爵士双人国小高年级组，台南市新进国小 A 队。刚看到的是台南市新进国小 A 的林雨桐和欧晨安，非常特别的搭配吼，虽然是应该是男生跟女生，然后一个比较娇小一点点，但是两个人的展现力跟利落度跟表现力都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前面有提到，有时候在身材差异比较大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舞蹈的编排去做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设计。对。
错的演出。刚刚看到的是 D-Star 的杨富珍以及周晓云。台湾的 motion 的准确度跟利落度也是非常的优秀，而且在每一个出 motion 的利落度，然后搭配它的上半身的展现。台中市大明国小1队。大明国小 B 队的陈义云以及谢怀喜表现相当的出色，可以看到这个大明国小2队虽然说服装是一样的，但是搭配不同的音乐风格完全不一样，对，展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这一首音乐是完全没有歌词的，对，完全就是靠鼓声跟磅礴的力量搭配舞者的动作，展现很多的力量跟情绪。没错。云林县斗六国小 A 的林香芷及陈木轩，其实整体的展现力量跟风格完成度蛮高的。对，2位选手看起来是信心满满在完成这件事情。对，所以肯定一定是在训练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没错。Filled all the wasteland like everyone else. I hate you, I hate you, I hate you, but I was just kidding myself. Or every moment I started a place. Cause now that they're gone, all I hear were the words that I needed to say. When you hurt under the surface, like troubled water running cold. Well, time can heal, but this won't. So before you go, was there something I could have said to make your heart beat better? If only I'd have known you were the storm to weather. So before you go,
彰化县东山国小的曹欣婷以及饶林恩。刚刚在实施转圈技术的时候，可能脚踝的力量没有站稳，有稍微的小小的拐了一下。但这边也要提醒教练，就是在训练我们转圈动作的时候，其实左腿支撑腿的，不管是小腿肌肉还是大腿肌肉，还有很重要的是脚踝很容易被忽略掉的部分。那我们也会建议说，可以针对脚踝的肌力训练进行加强。对。子腾舞集的肖雨柔以及朱家轩，其实可以听到这个子腾舞集的这个旁边的加油团声音非常的洪亮哦。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因为毕竟啦啦队运动它本身就是在替人家加油，但是在比赛的时候又会有其他的加油团在旁边。他们是啦啦队的啦啦队。哦，对。但这个声音确实可以鼓舞现场在场上的选手很大的力量。没错，给予很多的信心。没错。台南市协进国小的吴金宇以及张春欣。票92，彩球双门国小高年级公开组晴空舞蹈团。
空舞蹈团的黄雅君跟吴子嫣。比较可惜ending 动作稍微晃了一下，但其实中间的表现，不管是在张力或是他们的这个两个人的配合度上，都相当的不错。是新进国小一队。台南市新进国小 B 的陈玉彤以及江轩曼。我觉得新进国小B 队他们出了不止一组嘛，对，所以其实看得出来老师的用心哦，因为每一组风格都完全不一样，服装的搭配也不一样。那这一首在空间运用上，我觉得非常的流畅。对，当然两个人的双人的组别，他们在空间运用发展度也更多元，层次也比较多。很特别的一个 ending 方式哦。刚刚看到的是生动舞蹈团的陈延安和徐景玉。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在舞台上就是大家在比稳定度，对，所以你的步伐跟你的脚步的大小跟力量，其实应该要尽量跟你平常练习的一样。但可能因为空间放大了，所以选手不自觉的把步伐放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容易跌倒，或者是有点重心不稳。对。
新北市邓公国小的曾彩竹以及吴雨欣。两位选手的基本功非常好，柔软度也非常好，那老师也善用了这个优点去展现他们两位的柔软度。看到的是云林县斗六国小 C 的林心地以及赖威妮。至体育馆音控台这边，麻烦请台南市协进国小的教练指至体育馆的音控台，谢谢。编号97爵士双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彰化县育英。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爵士双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有2队的选手会陆续登场。Never been a moment you were forgotten. You are not hopeless. Though you have been broken, your innocence stolen. I hear you whisper underneath your breath. I hear your SOS, your SOS. Oh, I will rescue you. 彰化县育英国小的施凡宇以及徐佳云。在动作跟音乐搭配上是完全非常契合的，没有问题。那选手的展现力跟延展度，就我刚才讲的，其实我们在爵士上面看的力度、延展度，我觉得2位选手也表现得很好。虽然有稍微出现一点小失误的状况啊，不过2位选手的反应也很快。没错。云林县斗六国小 B 的曾义璇和刘芷琪。
编号99，爵士双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晴空舞蹈团。看到的是晴空舞蹈团的吴小杰跟潘维宁。跟刚刚育英国小的音乐不同，表现的方式也不同。那这一首的节奏感比较快，然后动作上也比较多元跟丰富。可是，在选手的执行度上，可能膝盖脚尖的部分，这就是可以再提醒细节的部分。对，不然其实在完成度上还不错。刚才讲到这个膝盖跟脚尖的一个执行度，这个芭蕾的底子其实就很重要，就很重要。但是偏偏在国小这个阶段，觉得练芭蕾很无聊。对，因为毕竟训练上都会是比较重复性的。对，因为它要一直训练你的下肢的力量，你的每一个肌肉、每一个大肌肉、小肌肉的运用。当然，透过这一次比赛，我们是有直播、有转播，对，网络上大家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的这个回看的方式重新来检视。相信对选手来讲，也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可以重新去看看自己的表现，对，到底哪些地方可能原来我做的时候这个感觉跟实际呈现出来，可能有没有点落差？对，有的时候自己在做的那个感受跟实际你看影片会有一点不同，不一样。那在这一场比赛的比较幸运，有这样的特写对，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台湾杯其实比较多都是定的一个摄影机，对，放在那边做直播。这次还有特写，对，我们这一次台亚的转播团队，我们很辛苦啊，很多的摄影师。那我们透过有这样不同的运镜的方式，让大家去看一些动作的细节。没错。这个对教练来讲应该也会蛮不错的，非常重要。对，因为可能我们自己用一般手机录，可能也只是一个正面一个角度，那你再放大，可能解析度又不够。对，那在跟选手上沟通的话，就会有一点点落差。当然还是希望他看清楚、最清楚自己的样子长怎么样。没错。再加上转播的过程，我们会有不同角度的摄影机，对，所以不同角度你在看同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个感受可能也会不太一样。或是就是特写的时候发现他的表情没了，就可以，你的表情怎么不见？对。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转播、透过直播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来了解啦啦队运动。没错，那可能很多人初步会讲到说，啦啦队是不是都是这个会把队友抛在空中啊？没有，我觉得现在比较多的是球场啦啦队。对，法香啦啦队，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会是偏向棒球场的啦啦队但其实我们是一个竞技项目，而且是一个非亚奥运项目。对，我们有被入选为那个奥运的项目了。对，其实它是一个正式的单项比赛项目，它的竞技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多。没错。所以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好像我随便跳一跳，或者会稍微跳舞就可以了。对，我们有规定的技术动作在里面，包含我们刚刚看到了舞蹈啦，它都有3种风格。那可能在3种风格，你要融合了我们的技术动作，包含了转圈、跳跃、跨跳，还有柔软度的展现，甚至像翻腾。那可能在双人组别里面就会有双人技巧的互相搭配。那在团体组合里面，我们也会有5班技巧、抬举的风格展现。所以每一个小组大组都有不同的方式呈现，然后也会有规定的一些技术动作，所以在训练上教练可能就会说，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放在转圈上，那我们可能就会
对于我们支撑脚进行一些肌力训练。那转圈的部分，又有很多种，可能阿拉塞贡或是 Foite， 就是直脚跟弯脚的都不一样。那如果你 OK 的话，甚至还可以加上面向，然后拍子、转速都可以增加难度。这个细节只是一层一层越拨越多。对，当你越来越加深难度的时候，这个比赛越来越难比。但是这边也很好奇，像我们刚刚提到，在舞蹈啦啦我们有3种主要的风格。对，在国际赛的时候，选手是3种都要去兼顾吗？还是会说特别专攻其中一项呢？基本上以现在的发展，以台湾的发展来说，台湾推到国际赛的选手来说，彩球跟爵士会比较雷同的同一批选手，但嘻哈的会比较独立，对，就会比较独立。你叫嘻哈的去上芭蕾课，他可能会有点痛苦。风格上的这个差异性稍微比较大一点。对，在台湾啦，因为我们推广上人数比较少，但是在国外他们发展成熟比较久，其实他们很多舞蹈队的队员是3个风格都要兼顾的。对，当然这个全能型选手这很不容易哦。风格相差比较多的时候，你还要能够在跟人家一样的时间，但是3种都要去练到。对，你的身体的肌肉转换跟你的脑袋的转换方式就会变得很情绪也是哦。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嘻哈双人国小低年级组的赛事。刚刚看到的是桃园市文化国小的蔡其宏以及蔡新宇。国小低年级组的选手，其实在表情上相对来说比较木讷一些，可能对于整个曲风的诠释、情绪的一个展现还不是那么的到位，不过也很可爱，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对。看到的是新北市邓公国小的曾丽宇以及曾宇飞，在彩球双人国小低年级组。编号102嘻哈双人国小低年级公开组吸引力 Attraction。
相当可爱的一段演出哦。刚刚看到的是嘻哈双人国小低年级公开组，率先登场的是吸引力 Attraction 的郑宇璇以及廖晃静。看了看，不禁露出姨母笑，真的，而且小小的身体，但是在整个律动感还有跟节奏的搭配都做得很好。台中市大明国小的廖芷云以及洪佑杰。编号104西猫双人国小低年级公开组 Mosa Studio。Mosa Studio 的吴淑雨跟陈延安，看得出来两位小选手很享受在他们的表演当中。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首听到的中文歌曲。对，第二首好像第二首，但是比较少见一点。对，就是比较少见，但而且以嘻哈为主比较多。对。
刚看到的是云县斗六国小的吴子琪以及吴怡欣。爵士双人国小低年级组，台中市纳雅国小。Mistakes I'm gonna make 'em, chances gonna take 'em, walls try to break 'em down. I've been talking to the stars, been reaching through the dark, been holding out my heart. Sometimes you worry too much, yeah, I do too. Yeah, I do too. 刚刚看到的是在爵士双人国小低年级组，台中市大雅国小的吴子宁以及肖雨熙。刚才我们导播特写的一个部分是，选手在转圈的时候，他最后吸回 pass 的时候，他是吸在膝盖上特别标准的位置。摄影师很会拍，导播也很会切哦，真的。看到台中市阳明国小的张永宁以及张蓉蓉，两个小不点的力量展现很棒。对，两位选手其实都是属于身材比较娇小一点的。对呀，但是在身体的延伸啊，还有这个力量的展现，都表现得很好。摊主晴空舞蹈团 B 队。接着要继续看到爵士双人国小低年级公开组的赛事。
晴空舞蹈团 B 的杨海恩以及谢佑璇。这一组在开场进来的这个编排，其实设计的相当有巧思哦。对，一个粉墨登场的概念。屏东县中正国小的黄少妍和王庭一。编号110爵士双人国小低年级公开组晴空舞蹈团 A 队。看到的是晴空舞蹈团 A 彩球双人国小低年级舒月跟张蓉蓉。排球双人国小低年级公开组晴空舞蹈团的陈真以及詹雨乐，他们两个看起来像双胞胎哦，蛮像的，蛮像的。整个打扮上，对，让两个人的这个同步性更像。然后身高跟身材，就刚刚你讲的一致性非常高。对。
其实今天有蛮多选手看到他们在这个衣服跟头饰、妆法整个设计上之后，真的会让两个搭档之间看起来很像，要么双胞胎，要么很像姐妹的这种感觉，对，很像同一组。嗯。Tomorrow comes, I'll be on my own, and afraid to know things that I don't know. When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and though the road is long, we'll look to the sky, and in the dark I felt lost and I won't fly, and I sing along, sing along. I got all I need when I got you and I. Look around me, see a sweet life. I'm stuck in the dark, but you're my flashlight. Getting me through the night. Can't stop my heart when you're shining in my eyes. Can't lie, it's a sweet light. I'm stuck in the dark, but you're my flashlight. Getting me through the night. Flashlight, you're my flashlight, you're my flashlight. 刚刚看到的是黄静茹舞蹈团的陈曼妮和江佩蓉。113彩球双人幼儿组，明道普林斯顿幼儿园。我们国小组结束，然后现在幼儿园上场了，要来看到非常可爱的好萌啊！彩球双人幼儿组，率先来登场的是明道普林斯顿幼儿园。哇，太可爱了！刚刚看到的是明道普林斯顿幼儿园的沈子琪以及陈凯希。在幼儿组的部分，可以看到教练是有在前面去给予一些指令的。对，只有开放幼儿组的教练可以到前面提醒这样子。对幼儿组的小朋友来讲，可能要把所有的动作记起来，难度比较高一点哦。A second, a minute, an hour, a day goes by. I'm hoping just to be by your side. I'm turning the handle, it won't open. Don't make me wait, 'cause right now I need your smile. Knock, knock.
刚刚看到的是雨欣舞蹈团的严敬璇和林楚维。我们刚刚提到幼儿组的教练可以在前面，除了提示以外，我觉得是给幼儿园的选手一个很大的安定丸。对，一看到自己的教练在前面，我就安心了。没错，幼稚园勇敢站上台，其实真的不简单。而且一站上来，马上看到这么多人盯着自己看，所以有教练在前面，也是让小朋友能够更聚焦他的这个注意力。对。这么大的一个场地，2个幼稚园的小朋友自己完成，真的很不容易。刚刚看到的是森林小孩舞蹈团的江晨星和刘子琪，非常不容易耶！我觉得在幼儿园组，他们一开始前半段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双人技巧。对，虽然都是以滚地为主，但是2个人的小朋友的默契，我觉得非常好。再加上中间还有执行到前软翻，不容易耶。而且其实刚刚教练在旁边有对动作的提醒并不多，对，大部分都是提醒小朋友要笑。哇，那这一组都是自己记动作的。对，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嘻哈双人幼儿组的比赛。哇，之后还有跟着音乐做出 OK 哦，真的很可爱。嘻哈双人组，嘻哈双人幼儿组的 Mosa Studio 吴律晨跟陈维伦。我刚才看他们上场，我说怎么会 cosplay 香蕉哥哥？蛮像的。结果真的用 banana 的歌。这个幼儿组不能连续看太多，脸颊会笑到很酸哦。
黄金如舞蹈团的吴佑轩以及蔡宇珍。对幼儿组的小朋友来讲，真的很不容易哦，才幼稚园的年纪。真的，我幼稚园都不知道在干嘛。对啊，哇，这么小的年纪就有办法来到台湾杯这样的大比赛。没错。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小组的部分。那我们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面，我们有分成小组跟团体组。那小组是4到7人，团体组指的是8到16人。所以现在看到的是小组的比赛。彩球小组幼儿组的部分，率先来登场的是鱼星舞蹈团。哇，相当的不容易哦！鱼星舞蹈团幼儿组的小朋友，光要记自己的舞步就很难了，还要记得整个队伍要怎么走，怎么变换位置，还有拍子的变化，然后还要跟谁对齐。我现在一个队形要去对齐谁，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其实老师刚才在前面没有什么提醒，他还拿手机出来拍照，代表这群小孩都有自己记动作，训练的非常的好，真的。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嘻哈小组的幼儿组，哇，一站上台那个气势态度都不一样，对。I think it goes something like Gabi, get 'em. Smell it in the air.
非常帅气的表演哦！看到的是台中市私立威格幼儿园中明校区，他们的表情跟散发出来的气场，你没办法去想象他们是幼儿组的。我觉得就是很超龄的，就是超龄的表现，代表他们非常的专业。完全看不出来是幼儿园的宝贝。我们前面才讲过，小朋友很容易上场，表情会忘记。对，但是他们都没有，他们那个是态度。对对，然后他们的动作力度，然后每一个该蹲的律动、该站的律动、该抬脚的律动，全部都非常的整齐。真的。对。接着要继续看到的是彩球小组幼儿组。相当精彩的演出，安平玉萍乖乖舞蹈工作室。每一个小朋友教练在安排，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他自己的亮相时间、solo 时间。那每个小孩都有把握自己很漂亮的展现，换一个 pose， 跳出一个跳跃，而且都要仔细专心的去听音乐，等待自己的那个时间，要很会数拍子。没错。继续要来看到的是嘻哈团体幼儿组，又是一群很有态度的小宝贝。对，跟刚刚一样的是台中私立威格幼儿园中明校区。哇，开场的动作马上就把气势展现出来。对。
哇，非常的精彩，教练真的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你从荧幕上可能看不出他们这么迷你，你会觉得他们是国小生，但是他们现场真的很迷你，但是力量非常的大，尤其是他们在这个表演过程中有几次的喊声哦，听到他们那个小奶音的时候，才会惊觉说，哦，对他们其实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对，但是每个人态度还是满分，然后动作力道跟准确性，我觉得一致性也非常的高。对。在这么多的小选手要把他们的编排、他们的动作，还有他们整个排这个阵容上，要能够排出这样，真的很不简单，真的太厉害了。小朋友厉害，教练也厉害。没错。那我们稍后要进行这个开幕典礼的环节哦，上半场的这个上午的比赛也正式告一个段落。我们就要请观众朋友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